外媒推测，中国大陆如何解放台湾，可以选择3个方针。他们说的有道理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岩石上的战争网站发表了埃文·蒙哥马利和吉元俊的文章。这2位作者在文章中称，中国大陆可以利用俄军的经验教训来解放台湾。他们认为，解放军通过俄乌战争可以学习到的经验教训，以及未来可以采取的措施，包括从一开始就强调3个行动方针：第一，发出核威慑，让美国不敢武力介入，并控制冲突的规模；其次，对台湾实施封锁，以物理隔绝的方式让台湾岛孤立，以避免外部的军事援助进入岛内，最终导致冲突升级的风险。第三，实施斩首行动，以削弱其指挥控制能力以及防御能力，并且也有助于消减对统一后的社会治理工作的干扰。作者指出说，中国大陆也可以实施综合战略威慑的方法，通过展示强大的常规作战力量和核武器，以彰显其作战的决心，并警告对手，介入台海事务是要冒大风险的。这样做可能会促使美国方面更加克制，特别是在直接军事干预方面，并在华盛顿和日本等前线盟友之间打入楔子。相比于直接打击美军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，实施核威慑，最终的结果可能反而会让美军完好无损。因为你不敢干涉台海事务，那么你就不会遭到损失。当然，美国也可能会因为其常规作战力量不足，没有把握在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中获胜，而直接放弃干涉。理论上讲，中国比俄罗斯更有实力做到这一点。目前，台湾地区当局正在美国的指挥下实施非对称作战的战略。由于台湾岛四面环海，美国可能提前向台湾运送武器，并要求台北在冲突发生前储存这些武器，但是提前部署运送武器可能会引发冲突。而在解放军彻底封锁台湾岛之后又可能没有机会进行援助了。台湾的北部和南部只有2个主要港口，分别位于基隆和高雄，其太平洋沿岸几乎没有其他的地点能够用于装卸大量的货物。中国大陆有充分的理由尽快彻底的封锁台湾，这将极大地摧毁台军的抵抗意志。台湾军方最近报告说，解放军可以进行联合封锁行动，以切断台湾的交通线，从而阻止军事物资和后勤物资的流动。为了实施封锁，解放军可以通过海上和空中布设水雷，在关键的咽喉要道凿沉船只，部署军舰和潜艇封锁台湾，并宣布空中和海上的禁区，甚至可以进行火力封锁，以封锁为先导，然后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和导弹打击，并为2栖登陆作战做好准备。这将为解放军带来额外的好处，以舰队或导弹演习的名义，几乎不必搞什么提前警告，封锁可以更快的实施，而最后的登陆作战，其准备工作可以同步展开。对台独分子实施斩首行动，有可能会成为重头戏。通过斩首，解放军将破坏台军的指挥控制系统，使解放军迅速获胜的前景更加光明。一系列早期的军事行动有可能会对守军造成心理上的毁灭性打击，粉碎其抵抗意志。这2位作者认为，美国如果想干涉台海事务，就要有比中国还要大的决心，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美国领导人就必须在一开始就承担更大的风险，并且要更快地做出重大的决定。相反，不作为、优柔寡断或不温不火的反应，就会有助于中国大陆按自己设定的剧本发展，同时排除美国的选择。
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位外国专家的观点呢？其实该文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国大陆掌握着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，包括在什么时候、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军事行动，并且一旦展开就不会收手。而对美国政府的高层而言，最难的决策就是一开始就全面介入台海战事，否则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解放军完成统一的行动。而美国如果一开始就企图介入台海事务，那么就是以另一个核大国进行正面对抗。而且台湾距离美国太远，解放军的常规作战力量为了对付美国的干涉，已经准备了几十年。美国还真没有信心和解放军在台海问题上摊牌。所以这两位专家分析来分析去，最后他们的结论是，对俄罗斯进行的全面制裁，在台湾问题上恐怕很难上演，甚至呢是不会上演。如果台独分子要逼迫中国大陆动武，那么只会加速中国的统一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